好，我是雅雅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本新宿。很多人来日本旅游，第一站都会选择新宿。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，日本是全世界最安全、最有礼貌的地方。甚至有人开玩笑说，在日本丢了钱包，原封不动找回来的概率都是99%。但在新宿，特别是晚上的歌舞伎町，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。随着2024年日本游客量爆发式的增长，这里的陷阱也开始全面升级。有些门只要你踏进去，迎接你的可能不是美酒，而是几十万的黑账单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日本不为人知的黑色地带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不是带你去购物，不是带你去看风景，今天是我以一个在日本待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者的身份，告诉你在新宿隐藏的3个禁区。这支影片建议你先点赞收藏，并转发给所有打算来日本旅游的朋友们，这可能帮他们省下10几万，甚至是保障了人身安全。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在新宿街头非常常见的一种招牌——无料案内所。很多不懂日文的朋友看到无料2个字就以为是免费旅游咨询中心，甚至有人会跑进去问路。在这里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进去。这里的案内指的是日本色情产业的中介。虽然说日本的法律现在严格禁止主动拉客，但这些店针对外国游客的套路变得越来越多。他们先用热情降低你的戒备心，他们会说带你去又便宜又好玩的地方，但只要你跟着他们走，最后往往会被带到一个隐藏在偏僻大楼里的地下酒吧，在那里酒水的价格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记住，在新宿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可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如果你走在新宿的一番街，一定会遇到穿着西装或者时髦外套的小哥，手里拿着 iPad 或者菜单来跟你搭讪，说是居酒屋全场半价，甚至座位费都给你免费。他会问你要不要来试一试。这就是现在新宿最猖獗的叫客饮，日语叫 kakuhiki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就是新宿的隐形刺客。他们给你看的 iPad 菜单可能是真的，但结账的时候菜单上会给你加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。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他们会在菜单里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，比如说周末费、清早费、人头费、开胃小菜费。这些费用可是按人头算的，可能一个人就要5000日币或者到2万日币，甚至下手狠一点的店4万5万日币都是有可能的。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被这些拉客的带到酒吧，只喝了2杯可乐，一结账就是5万10万这种。所以说遇到这种拿着 iPad 来拉客的这些人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跟他们对视，不要跟他们讲话，直接走过去，他们不敢去追着你问的。接下来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是好奇心驱使，你可以去走一走、逛一逛，当一个景点来看待。但如果说你有想体验的想法，我劝你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就是现在享誉国际的大久保公园。如果说你关注日本的社交媒体，你一定会知道现在日本东京最出名的这个地方大久保公园，站街女孩的聚集地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背后绝对不是什么浪漫的事，而是极其黑暗的社会问题。在这里涉及了离家出走的少女、庞大的黑道利益链以及复杂的药物问题。为什么说这里绝对不能去？是因为这里的女孩极度的不安全，你根本不知道她的出身背景。有的人是自己自愿在这里打工赚外快，有的人是被黑道挟持给酒吧黑道打工的，甚至有些黑道嫌站街女孩赚钱慢，会用切人跳或者偷窃的手段来赚些快钱。当然损失一些金钱，这都算是好的结果。这些女孩是否携带疾病，这是无法保证的。如果真的是去玩染上了疾病，那可就不是一点点钱能解决的问题了。说了这么多让人不安的真相，那么新宿可不可以逛？其实新宿是完全可以逛的。新宿站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迷宫，新宿有超过200个出口。如果你在新宿车站里走迷路了，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给大家讲一个新宿车站的简易教程。虽说新宿车站有200多个出口，但是新宿车站其实大的分类的话，只有南口、东口、西口这3个口。如果你想去歌舞伎町，那么你就走东口；如果你想逛一逛商场百货，那么你就走南口；如果你想吃一点日本的小吃，那么你可以走新宿的西口。这3个口相比较，东口算是比较全面的。东口不仅有歌舞伎町，就算是你要逛街、你要吃小吃，都可以从东口走。当然，东口也是人最多也最混乱的一个出口。
说了这么多负面的，大家对新宿不要有一个太坏的印象。新宿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，只要远离了这3个陷阱，你还是可以畅玩日本新宿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